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男庄主多学学。就你这小破胆，还想跟着我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想要学本事。穆姑娘，男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穆姑娘得偿所愿啊！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因为穆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你也觉得谢雪城无趣，对吧？穆姑娘其实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她想无趣。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男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毕竟男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穆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绝顶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男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穆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。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男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行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穆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你不是从一开始
就想把它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穆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生灵涂炭。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。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，而穆玄灵便是这第一个。仅此而已。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亲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好玩？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穆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盟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说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界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，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未曾，
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臣求见。血是血的气息。盟主，盟主去世了。盟主去世了。盟主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清洁，永谦阁外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桑启联合仙盟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臣实有大悲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城宗门柱石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颓唐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
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头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晨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晨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玉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净华城，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，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阵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晨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血逐渐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逐渐刺破语言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小心！不
算的货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血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冷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